这么危险，为什么要上山呀？果然呢，在实力面前，人人都会低头。看看，大硕的人多识趣呀，知道惜命，故不上山送死。所以你们也危险，那就不上山呀，让他下来不就得了吗？什么呀？你个小毛孩子，你说什么呢？下来？你让谁下来呀？选什么啊？哎呦，笑死个人呐！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呀？我是不是东西我知道呀，但是你肯定不是东西。哼，黄口小儿，你少多管闲事。我怎么能算多管闲事呢？我在维护自己的利益，我也埋伏了，我也要告状。好，你不是吹你能把玄神叫来吗？好啊，你叫啊！你若是能叫来，我脱光了围着京城跑一圈。奶豆子觉得西陵人都挺虎的，要么爱倒立吃屎，要么爱裸跑。玄神大兄弟，快来！你以为你叫你娘呢？哼，真是小儿科。才讽刺完，便感到云朵飘得极快，吴家家主惊呆了，全城百姓惊呆了。玄神真的被召出来了？不可能是陆呱呱这小毛丫头招的，玄神定是看在我吴家面子上来的。才说完，夹着旋风的巴掌便扇在了吴家家主脸上，牙齿都掉了好几颗。你脸甚大，吾是看在开灵呱呱姑娘的颜面而来的。你们快告状啊！告完状我还要回家午睡呢。百姓们叽里哇啦，巴拉巴拉。3日之内还清所有欠财，吾方可保你玄力，否则后果自负。你输啦，别忘了愿赌服输。吴家家主不想裸跑，太丢人了。你害臊？没事，有我呢。奶豆子拍拍小手，吴家家主就觉得一阵风朝自己攻来。哎，感觉浑身凉飕飕的，低头一看，浑身光溜溜。奶豆子背过身，捂住眼睛，并吹了一声口哨。由远及近，忽然传来阵阵狗吠，一条条狗子朝吴家家主狂奔而来。啊！哎呀，狗啊！他最怕狗了，遇到狗追，他的本能就是跑。嘿嘿，这不就裸跑起来了吗？真是 so easy。日子过得极快，呱呱干了10来顿饭的功夫，就到了3日后。开门，快开门！你们有本事害好人，你没本事开门吗？你叫，鬼叫什么？我睡得正香呢，好吃的马上进嘴了，被你叫醒了。你是不是贿赂玄神了？我明明把钱都还了，为什么会失去玄力呢？你还喜欢把自己的错误推到别人身上，这样良心就不痛了吗？玄神大兄弟说的是所有的欠财，可是你呢，投机取巧，怎么不还好几年的欠财呢？把玄神大兄弟当傻子了吗？哦，原来如此。为什么我吴家为何会走到这个地步啊？这时吴家来人了，奶豆豆眼睛一跳，预感到了什么，夹着小板凳往院里走，不忘把门的横栓别上。也不是怕他疯疯癫癫的往我身上吐口水怎么办？他好几天没刷牙，都有口臭呢。孙儿怀疑我们吴家的衰落和他有关。揭开红布，穷神，我的娘供奉的竟然是穷神！谁换成了穷神？
是他，是这个小畜生。呵呵，不弄死这个小畜生，我就不是人。他听到了风声，知道我们要对付他，他小心眼儿，记仇，咱们的名字都已经被他记到了小本本上。我是被他第一个对付的，接下来就是你们。如果你们不想沦落到我这个地步，最好先下手为强。这吴家家主洗脑功力刚刚强啊，他们一致做出了决定。武家齐齐派出各家的保家仙。张家家主，我家派出保家狐仙。李家家主，我家派出保家黄仙黄鼠狼。齐家家主，我家派出保家白仙刺猬。胡家家主，我家派出保家蛇仙。宋家家主，我家派出保家灰仙老鼠。此次我们必成功。夜半，喝多了夜奶的陆呱呱爬起来尿尿，他闭着眼迷迷糊糊地走到茅坑。灰仙化作原身老鼠，想用它带毒且锋利的牙齿咬死陆呱呱。还没张口呢，便觉得一只大脚朝他飞来，没等有所反应呢，臭气弥漫，他竟被踢进了茅坑里，活活臭死了。哪来那么大块石头啊，差点把我绊倒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。从茅坑出来的奶豆子忽然嗷了一声，抱住脚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。扎了我的刺，不出1刻钟必会筋脉断裂而死。可只见陆呱呱拔掉了脚上的刺。谁呀？谁把仙人掌搬这儿来了？仙人掌应该在土里。他抱着刺猬，用脚压制它，便火速刨了个坑，埋好还使劲拍了拍，浇了点水。好好长大哦。剩下的狐仙、黄仙和蛇仙按捺不住了，他们打算一起上。陆呱呱瞪大眼睛，瞌睡虫都赶跑了。你们是世家派来对付我的。我最讨厌被人绑着了。他身上飘出灵气，只见黄仙、狐仙变成了他的样子。蟒蛇精错乱了，只会认样子，不会认真假。他一口吃掉了化作陆呱呱的黄鼠狼和狐狸。吃完以后觉得不对劲儿，他回头看去，对上陆呱呱调侃嘲笑的眼睛。我要把你搅成一段一段的，然后让你变成我的屎。那我要把你打出屎来。妹，你这是在玩什么呀？看起来好好玩，我也要玩。凡夫俗子，竟敢玩本蛇仙！他想跑，腿脚不听使唤，一点都动不了了。跟我爹说，她是个没人养的寡妇，也别为了我独守空房了。就抓紧找个媳妇儿吧，以后也有人养老送终。还有，我把我攒的零花钱藏到了我的线裤里，拿去花吧。你这么想死呀？苏兆峰先睁开一只眼，见大蟒蛇软趴趴地瘫在地上。爹爹说娘亲喜欢玩摇大神。云里扯过蛇脑袋攥着，又把蛇尾巴递给苏兆峰，教他怎么摇。陆呱呱又蹦又跳地玩嗨了，原本还有半丝气息的大蟒蛇被摇得咽了气。晾一夜，明儿个再说。次日早晨，爹，你咋偷我零花钱呢？就说表哥的言说早了吧。袁离屁颠屁颠打洗脸水，端早饭，还垫着小脚给陆呱呱喂饭。妹呀，都是当娘的给孩子喂饭的，你怎么反过来了？我这是孝顺，你想要大儿孝顺你，
你找人生一个。找就找，生就生，我肯定有一个特别孝顺的好大儿。陆呱呱见他气快跑了，快把门关上，我怕有人找上门。没一会儿，驿馆的门被敲得震天响。苏怀安前去开门，来人先问苏兆峰是他什么人，得知苏怀安是他爹。好，菜叶子开始上了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，总算躲开了。呲溜，一个大屁股墩摔在地上。你个乞儿，怎么胡乱丢东西？等等，这生气的样子怎么那么像我爹？爹，听说你在外面四处找人生孩子。苏兆峰迎来了暴打。蛇，我的保家仙啊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这蛇是你家的呀？哎呀，总算找到主人了，不然放我家怪碍事儿的。是你杀了我的保家仙？不是哦，我是小孩，小孩杀不了生的。我半夜出来嘘嘘，看到你家的蛇饿了，正在吃一只黄鼠狼和狐狸，它可没出息了，吃得很快，就噎死了。什么？蛇吃了我的保家仙？不要信，你们挖开它的肚子看看，它死得快，估计还没消化呢。不用信，我就是个喜欢做好事的崽崽。这孩子真善良啊，还把蛇抱出来帮他找主人。就是，要是我可不敢惹这麻烦，万一被误会是我杀的呢？我行得端，坐得正，不怕。武大师家搬蟒蛇的时候，的确在蟒蛇撑破的肚皮下看到了还没消化的黄鼠狼和狐狸的尸体。为什么会被吃掉？这几个保家仙一向和睦啊。哎呀，现在哪有什么和睦呀？说不准这条蛇是受了主家的挑拨，想趁着这次机会灭了别人呢。就像我们在私塾，不想让小伙伴们考好试，会偷偷做手脚一样。我就是随便说说，别多想哦。他走了半条街，噌地躲在墙角。1、2、3，打起来！果不其然，他们因为保家仙的事打得头破血流。后知后觉的他们回去一琢磨，一致认为保家仙遭遇意外绝对跟陆呱呱这个小货还脱不了干系。他们决定报仇，利用王、孙、叶、于4大世家对付陆呱呱。可是他们都不想搅和这件事啊。现任家主不想搅和，那就换人，谁愿意搅和就让谁做家主。爹呀！老王，你气息快尽了，还是尽快把家主之位交给你儿子吧，不然这一摊事可怎么办啊？王家家主眼里的光都暗淡了，他颤颤巍巍地拿起家主牌，刚要递给儿子，并把玄气传给他。好多人呢，好热闹啊！这熟悉的声音让武大世家的菊花一紧。让他进来。唉，你快死了！看，连小孩都看出来了。大哥呀，你还是把家主传给你儿孙儿吧。还没死呢，为啥那么着急？你快60大寿了是吧？是啊，都说满10是个坎儿，今年这个坎儿我怕是过不去了。我问你个事儿，你们老王家是丧媳丰盛啊，还是寿媳丰盛啊？当然是寿喜丰盛，丧媳吃素啊。那个小胖丫头怎么问这么没教养的话？我不喜欢吃素，我无肉不欢，我要吃寿喜。为了寿喜，我让你活到90岁吧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阎王吗？老王，
你想续命，那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不许把家主传给你儿子。狗小孩，你少挑拨离间，我是他儿子，不传我传谁？你是你二叔的儿子呀，怎么是老王的儿子呢？你胡说八道！黄口小儿，来人，把他逐出去！我的人，谁敢动？爹，你可别听歹人乱说呀，我绝对是您的亲儿子。你发誓啊？你敢用寿命发誓吗？你如果不是老王亲儿子，你会自觉拨出30年的寿命给老王。如果你是老王亲儿子，你不会有任何变化。怎么，姓徐？爹，我敢。怎么着？这狗小孩随便说说，怎么会成真呢？他发誓。奶豆子便看到一圈圈如年轮般的寿命从他天灵盖飘出来，继而钻到了王家主体内。啊！快看王森！天哪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的寿命，我的寿命，还给我！你自己发誓了，落子无悔哦。王家家主又趁着他们争吵时，得知了当年的换子丑闻。当年王家主媳妇儿和弟弟媳妇儿的孩子一同出生，王家主生了个女儿，弟媳妇儿生了个儿子。王家主弟弟记得王家祖训，家主之位必传给家主第一个孩子，无论男女。王家主弟弟是个重男轻女的，觉得家主之位怎能给一个赔钱货，便想着把儿子调包，将来家主之位就会是儿子的。可惜纸包不住火呀。爹，我也是受害者呀，我不知情啊，我打小被你一把屎一把尿的养大，我只认你呀，爹。你认你爹，还给他下毒，又让17鬼缠着他，你可真是个大孝子，太孝了。王家主气得直哆嗦，总算明白身体为何这么差了。他陷入呱呱的，当即用了家法，并把二房逐出王家，又把亲生女儿接了回来。5大世家挑拨失败，王家的事很快传遍了整个西陵京城。这日，奶豆子正趴在院子的垫子上发呆呢。呱呱小祖宗，我是叶家家主。我是孙家的。我是于家的，我们准备了小小的薄礼，希望你喜欢。我娘说了，拿人手短，你们找我啥事儿？我们听闻了王家一事，深感羡慕当然不是羡慕他儿子被换、被下药、被放鬼，是羡慕他能挖出家族遭难事。我们家族也定有遭难事，还希望小祖宗出面帮我们肃清肃清。可以是可以，不过你们总得拿出诚意吧。敢问小祖宗，您需要我们做什么呢？小白菜呀，地里黄呀，2、3岁呀，蝎子叶呀。还以为小祖宗死了娘呢。我也想帮你们呀，可是我还有一堆作业没写完呢。我大硕的父子可严格了，写不完作业要打手掌心，没人帮呀，我自己苦哈哈的写吧。别动，放着我来。能当家主的那可都是老狐狸，岂会听不懂他的暗示，纷纷表示要帮他做作业。嗨，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可是这字迹……我最善模仿字迹，你只需写1个字就好。好说好说。3日后，几大世家家主挎着一张张丧丧的黑脸来到他们秘密的交易地点。小祖宗请查阅。孙家家主呢？咋没来呢？
他女儿啊，忽然暴毙了，忙活他儿的丧事呢。这人呢，最痛苦的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了。明儿个就出殡了，我们要去吊唁呢，你去吗？不去不去。老孙呐，节哀呀！是啊，你女儿那么孝顺，定不希望你哭病了呀，节哀。孙家女儿咋死了？前2天我还看着她呢，那家伙高高兴兴活蹦乱跳的。就是，听说要成亲了，还来我这儿买办喜事用的东西呢。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呢。忽然路中横冲直撞出来一个小刚豆。呱呱姑娘，华家正办丧事忙着呢，暂时没时间，也没心情招待你。你好奇怪，你家也没死人呐，为啥办丧事？哪来的小毛孩子，胡说八道什么？怎么就没死人？没看见这么大的棺材呀？棺材能代表什么？棺材里装的不一定是死人，还有可能是活人。你个黄口小儿，给我闭嘴！对呱呱姑娘客气点。呱呱，你说棺材里不是死人是什么意思啊？你闺女死啦？咋死的？找人看啦？她心脏不好，睡着憋过去了，找人看了，找的还是他未婚夫家的郎中呢。他夫家郎中最是出名，可怜我的女儿，本来3日后就要嫁人了，这他夫家呢？在墓园那边帮我们料理呢，是他们护园呢。给我6两银子，我帮你个小小的忙。好啊，你个小要饭花子，为了要钱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来人，把他亲出去。慢着！孙家家主阻拦，掏出银子给他。老爷，你可别盯着小孩的，他呀，估摸是咱们仇家派来捣乱的。老爷啊，咱俩惺惺下葬的时辰，那可都是算好的，可别耽误了吉时啊，不然只能变成孤魂野鬼了。对，呱呱小祖宗啊，有啥事一会儿说，我先给我闺女下葬。人没死，为什么要下葬？你说什么？你的意思是我闺女没死？我看的呀，很难吗？你的子女宫虽然暗淡，但没有凹陷，也没有死相，这说明你女儿没死呀。真是可笑，单凭子女宫就胡说八道。你身上有好多人命呀，你难道不怕夜半鬼叫门吗？眼睛又落在他腰间的护身玉佩上。哦，难怪不怕呢，原来是有护身符啊。小祖宗，活祖宗，我女儿没死，真的，救救我女儿，我女儿就是我的命根子。老爷，你口口声声说爱女儿，怎么连一点希望都不寄予？我还不是怕他是骗子，倒是让老爷更失望，那可怎么办啊？开棺！砰的一声，棺材盖掀开。听说你女儿在家摆了大3天才出殡，这一天别说3天，2天就会变臭了，硬啦，长尸斑了。可是你女儿好像还好好的耶。孙家家主看去，果不其然。可是没有气息。哎呀，你女儿是搞玄的，再加上心善，命带华盖，她死的时候有一口玄气堵在她的气口，造成她假死的假象，救了她一命呢。好，这个太好了。那现在该如何帮我女儿附身呢？给我搬个桌子来。
我这个人喜欢站在桌子上办事。奶豆子左3圈右3圈，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，把自己绕懵了，终于画出了个奇奇怪怪的阵法。那你自己动手吧，我对人下不去手。好啊，我就说你没啥好心眼子，你是想让我家老爷死？你家人那么脆弱的吗？就在手上割个口子就会死了。孙家主狠狠瞪他，割了口子擎着手。这样就对了，你们是至亲之人，用你的血可以引他迷路的魂。怎么不用我的血？你是他的至亲之人吗？他仿佛看透一切的眸，让孙夫人打了个哆嗦。现在去找个扎纸人的老师傅，按照你女儿的身高体型扎个纸人，再把她现在身上穿的衣裳给纸人穿上，然后再仔细烧掉。在烧掉后的1个时辰内，你女儿就会醒过来了。但是一定记住，纸人千万不能碰水，碰了水你女儿再也活不了了。那我女儿是怎么死的？哎呀，也不知怎么，我这眼皮儿跳得厉害，我应该给我女儿烧纸人的，不知怎么交给我夫人烧，我有点不放心啊。她呀，被我惯坏了，没干过什么活，没想到这次还怪积极的。当然积极啦，不然怎么……我什么都没说，我什么都没说。哪怕你再掩耳盗铃一些呢？此时才过去一丢丢，我怎么没闻着烧东西的味道？我夫人是不是忘了呀？忘是没忘，估摸着是故意搞错了，又没准人家这会儿干别的事呢。孙家家主站起来，忽然嗅到一股奇怪的味道，好像是迷药。你才发现呢，你都喝了好几波解药了。就这反应速度，能活到今儿怕是全靠老祖宗在地下保佑他。你来，跟我走，鸟气儿的哦。孙家主乖的一批，走到半道，奶豆子关切地问：你心脏好不好？好着呢。好不好？一会儿就知道了。什么声音？你别说话。夜空安静，把一切声音都无限放大了，更能分辨出声音是谁了。长林打去，瞅你那骚样，方才暗搓搓的拿小骚眼神勾我。你打进来便盯着那副死人棺材，怎么，人死了，发现舍不得了？说哪儿的话，我好歹也是你女儿名义上的未婚夫，总得装着悲伤点儿，跟老丈母娘眉来眼去的像话吗？哼，怎么，嫌我老了？那当初你勾搭我干什么？因为啊，我就喜欢你这风韵犹存的小模样。哎呀，别被人看见，今儿个孙家来了外人呢。我是处理了呀，那小肥丫头让我烧了纸人，别让纸人碰水，我完全逆着她做的，就是为了让她没有升华的机会。难道是炸魂了？逆女，你死了便消停去死，干什么回来缠着我们？有时我在想，你是我亲生母亲吗？打我懂事起，我就记得你对我不好，总是打我骂我贬低我，还不许爹爹对我好。长大后我有了未婚夫，你也常常在未婚夫面前贬低我，还不许未婚夫待我好，你怎么那么自私？谁自私？谁自私？再胡说八道，我撕烂你的嘴！我生下你，我还自私？没有你之前，我是娘家婆家的中心，所有人以我为主。你那王八蛋爹更是最爱我，可是自从有了你，
他却事事以你为先。你也贱，总跟你爹撒娇，让你爹陪你吃饭，陪你做功课，陪你玩。大家都是女子，我还不知道你那点贱货的小心思。我生气，我嫉妒，我必须让你尝尝被人抢走宠爱的滋味。于是为娘就小小的勾引了一下你的未婚夫，没想到上钩了。只有这样，我心里才会满足。怕甚？一个糟老头子，一个乳臭未干的丫头片子，早被我用迷药整昏了。躲在棺材后的孙家主张大嘴，瞪大眼睛，喉咙里发出呵呵呵的声音。他艰难地伸手去拍陆呱呱，这货吃瓜吃得正嗨呢，扒拉开孙家主好几次，被扒拉急眼了，才不耐烦地回头。你干啥？不瞅不知道，一瞅吓一跳。哎呀娘呀，你咋这样事儿了呢？你不是说你心脏好着呢吗？小奶豆边嘀咕边掏出救心丸对他嘴里。孙家家主缓过情绪，便要向前冲。等会儿，还没完事儿呢，有人帮你出气。孙家家主女儿孙欣欣像幽魂般从棺材里爬出去。你们这对恶心的狗男女，还敢在我面前做这等恶心的事！我要杀了你们，杀了你们！啊，他怎么活了？你不是说处理完了吗？跟自己的女儿争风吃醋，真是好可笑，好丢人！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娘亲？反正你也死了，那就重新投胎吧。该重新投胎的，怕是你。孙欣欣拍拍手，原本黑漆麻火的院子顺如白昼。呜呼，出场之后跟原厂不错，我好厉害哦！我打死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！你们，这是你们对我下的套。何离，我跟你过不下去了，就因为我宠爱女儿，就因为女儿撞破了你和未来女婿的仇视，你竟然和长宁这个畜生活活闷死了女儿！你怎么这么歹毒啊！我会和你和离，然后把你送官。打我自己报关了。你动作倒是快。一条龙服务嘛，以后这种事就找我，方便快捷迅速。孙夫人直吐血。看完热闹，奶豆子困得哈欠连天，他趴在肉包身上，肉包到了半夜就兴奋，一颠一颠的。等肉包颠到了家，回头一瞅，啊，屋子，我主人呢？奶豆子也不知道怎么着，稀里糊涂的从肉包背上跑进了别人的麻袋里。套路呱呱麻袋的不是别人，是叶家家主的儿子叶盛。你套我干啥？莫非这麻袋颜色你不喜欢？你喜欢啥色？我换一个，重新套一次。见他鼓腮帮子，忙解释：哎呀，我这不是怕老于家手脚比我快，先把你弄过去吗？所以我早在孙家门口蹲着了，见你出来就把你弄走。既然确定在自己人家里，奶豆子也就不着急回去了。你家修建的怪诗情画意的。我父亲和我母亲并非媒婆介绍，而是自己相爱，故而成亲的。我们当儿女的都很羡慕爹娘的爱情，也觉得出生在这个家庭很幸运。可是我娘就要和我爹和离。啊？为啥呀？是……等等，你家有吃的吗？抱歉，是我太过难过，忽略了你。饿了吧？我让厨子起来给你做点饭。不用，那个有没有不太正经的吃的？有，你等着，我这就给你投去。哎呀，那多不好意思啊。那什么不用拿太多啊。
1刻钟后，刷，我娘他俩都快金婚了，都打算出去游山玩水了。忽然有一天，我娘性情大变，整日跟我爹吵架，左右看不上我爹。前几日我娘宁愿什么都不要，那也要跟我爹和离。后来经我们逼问，我娘竟在外面有男人了。她说那个男人才是她的真爱，她要和那个男人远走高飞。我娘说他是风儿，他是沙，他俩要缠缠绵绵到天涯。那个人是谁呀？那么有魅力呀？我们也不清楚，我娘不说，整日神神秘秘的，也跟踪不到他去了哪儿。小奶豆撑着下巴，味觉如辣的吧唧嘴，困得上下眼皮直打架。吧唧一声，不出1秒钟就睡着了。次日，睡得喷香的奶豆子是被疼醒的。刚刚孩子的是不是被他藏到嘴里了？一定都被他吃光光了，我们掏出来。你们这群不识好歹的小屁孩，我是在帮你们试零嘴，你们那些零嘴都已经过时了，我有最流行的零嘴。姐姐，给我们尝尝你的新零嘴。姐姐真好看，我们喜欢姐姐。娘嘞，我上哪儿整新零嘴去啊？他郁闷地在叶家花园里逛，想着要不要跑路呢？我要去找真爱，我的罗郎在等我。遇到他之后，我才知道我这些年白活了。叶家家主头发花白，嘴里叨叨着家门不幸。叶盛眼尖，看见了想跑路的陆呱呱。小祖宗，你戏也看了，觉也睡了，零嘴也吃了，不能拍拍屁股走人呢。谁要跑路了？我是那么没道德感的人吗？你是。奶豆子背着小手走过去，上下打量叶老夫人。竟然是这玩意儿！哼，找谁来都不好使，拦不住我，我就是要走。好走不送。小祖宗，你这是何意？今晚都别睡觉啊！月星影书，奶豆子奋笔疾书，画了好多隐身符，分别发给叶老爷子、叶家儿女。隐身的几个人跟着奶豆子来到一个乱葬岗，他们在乱葬岗的树下看到了倒地昏昏欲睡的叶老夫人的肉体。罗郎，我来赴约了，你不是说要跟我看星星看月亮吗？我等了你好久，你愿意做我的灵魂伴侣吗？才要回答，裤腿子被拽了拽。爹，你有了娘亲就不要我了吗？爹，你还记得那年被你填进火炉子里烧死的娃儿吗？我的魂体好疼，我要撕裂了。鬼娃娃陆呱呱很敏锐地捕捉到了男鬼和叶老夫人间的姻缘线。陆呱呱从弯曲的腿下拿出一把剪刀，咔嚓剪断了，不，准确的来说是孽缘线。孽缘线断的那瞬，叶老夫人迷离的魂魄眼神瞬间清明。你个丑八怪，你是谁？我是你的罗郎啊！我看你就是个蟑螂。地上的鬼娃娃陆呱呱动了动，他站起来抖了抖腿，朝叶老夫人挥挥小手，无形的气飘过去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和我家老爷打算出去游山玩水，我寻思买点东西，便去了个小巷子。我进了那个小巷子，便觉得阴冷的，我也没多琢磨。等我买完东西出来后，就看到墙角蹲着一个老汉。对，就是他面黄肌瘦的要饭。我于心不忍，便给他买了些饽饽，还给了他一些银子。
他为了感谢我，还给了我一条红绳，说是在土地庙求的，保佑好人。我不忍驳他的好意，便接了过来。然后你的红绳忽然就没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根红绳是孽缘绳，你心上给他吃的，他回馈给红绳。在玄学上来讲，你们这是互赠，无形中结了孽缘。当天夜里，我便做梦了。在梦中，我梦到了各方面都符合我心头好的男子，这简直是我的梦中情人。我们在梦中吟诗作对，十分幸福。他说要娶我，我也心动同意了，然后要死要活的想跟叶家主和离。我要知道，他就是那丑八怪老汉，说什么也不会跟他走的呀。小奶豆歪头看男子魂魄，你用幻术化成了他心中的男子样子，欺骗了他，就是为了要一分长生的魂气吧？我听不懂你什么意思。哼，你小时候是个小畜生，7、8岁就和你畜生爹把你娘杀了，长大后是个大畜生，杀了你爹，把卖你爹尸体的钱娶了媳妇儿，又卖了你媳妇儿，祸害了你闺女，老了是个老畜生，祸害了儿媳妇，杀了儿子，没人给你养老送终，病死之后你成了孤魂野鬼，你就想找个玄学大家供你吸食魂气，所以你就盯上了叶老夫人。小兔崽子，我要杀了你！只可惜还没碰着陆呱呱半根手指头呢，便灰飞烟灭了。听闻余家也把礼物给你备好了呢。别看余家最低调，听闻西林的地脉宝贝在余家呢。奶豆子一听宝贝这俩字儿就不得了了，天天惦记。娘亲，你说余家怎么还不来找我帮忙啊？睡觉之前也会拍拍舅舅的肩膀。舅啊，你晚上别睡太死，要万一余家大半夜来找我呢？又或者谁敲门了？一定是余家找我来了。可接连几日都不见余家的影子。也许余家没有男士几个字还未说出口呢，便被女儿打断了。我知道喽，一定是因为余家不好意思，脸皮薄。不能吧？怎么不能？你以为谁都像我一样脸皮厚啊？你也知道自己脸皮厚啊？我可是喜欢助人为乐的好崽子，我要主动帮忙。他背着小挎包去了余家。他在余家大门口溜达了一圈，挺着小胸膛上前敲门，却不想管家笑眯眯地开了门，可看见是他，迅速关门。干嘛？不好意思啊，小孩，我家近日有要事，不招待客人。什么事？我来解决。啊，不用。他的关上了门。奶豆子看着黑黢黢的门板陷入了沉思，忽然听到由远之近传来一道嘈杂的声音。他躲到一棵树后，挖着小脑袋瞅。您来了，快请进，家主等您许久了。小奶豆看清人脸，瞪圆眼睛。是他怎么跟余家走得这么近啊？陆呱呱觉得其中有猫腻，他爬上一棵树，扒了开树叶，悄悄往余家院子里看。听闻西陵见长时，空中落下2个祥兽，正好好的落在了余家，成了余家的守护玄兽。没错。所以我余家屹立不倒，即便玄气不比寻常玄学世家浓郁，却也有着数1数2的地位。好，
你想的如何啊？何时把玄兽召唤出来呢？这我怕是做不了主。本以为你在本公主心里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，却不想你爹都把家主传给你了，你还唯唯诺诺的。你这样哪有家主的样子嘛？玄兽在余家不好吗？为何非要召唤出来呀？难道你是为了玄兽才同我在一起的？死鬼，我这也是为了你好。近来可是多事之秋，这几大玄学世家都被陆呱呱这个小贱人祸害了。你余家只有和皇族紧紧捆绑在一起，才能安全无虞。和皇族供奉玄兽，光宗耀祖啊！我会逼问我爹爹如何召唤玄兽的。能做公主的驸马，能做皇族的人，是我的福气。我脑子里还是几岁的凌云凤呢，忽然做这么丢丢的事，真是让人受不了。不过玄兽是什么？好吃吗？问问余家老头子就知道了。余家还是需要我的，还是得靠自己找业务呀。爹呀，你怎么那么倔强啊？你就告诉我怎么召唤玄兽不行吗？公主看上我了，让我当驸马呢，以后我就是皇族的人了，咱们余家可就一步登天了呀。呸！你长得丑，想得美。公主看上你啥了？看上你年纪大不洗澡，媳妇儿孩子死得早。我告诉你，皇族就是在利用我们，等拿到玄兽，我们就会被一脚踢开。真的吗？我不信，我会找到召唤玄兽的办法的。他摔门而去，人一走，奶豆子顺着窗户翻了进去。总算把你盼来了，我那傻儿子呀，被我惯坏了，命不好，死媳妇死孩子，还真以为公主真心嫁他呢，其实啊，就是为了玄兽。你儿子是孤寡命，克亲属，你贪了呀，难怪前些日子看不到你呢。不小心摔了就贪了，岁数大了。不是，你贪了可别怪地，也别怪岁数，你是被西西那个坏人下了瘫痪咒，只有这样你才能把家主之位给你儿子。竟然是他，那他是怎么舔着脸假惺惺来关心我的？他一向脸大，我帮你报仇。怎么报仇？他好歹也是皇族公主，你可小心。好说好说，让你儿子娶公主，克死公主，我说认真的。你就说成亲后他会教出召唤玄兽的法子，只有这样你儿子才会上皇嫡，跟你余家脱离关系，到时你召出玄兽，气死他们。其实我也召不出玄兽，据说这玄兽是无意落在我家的，说是落在我家，其实是借宿，谁能召出他，谁才能做他们中间的老大。哇，做老大呀，那一定很酷。我虽然不懂召唤玄兽，但我知道他们的爱好饮食，谁能召出来，也算是和他们有缘了。没想到玄兽吃的东西那么好啊，一挤就淌着清爽可口的果子，一烤就滋滋冒油的灵鸡腿肉，再包着苏子叶。他也想吃，怎么把这些好吃的搞到手呢？他四处找都找不到。嘴边贪吃又想当老大的奶豆子做出一个决定。这天，陆呱呱换了身打扮，肩上扛着个锄头，给苏锦轩他们留了个字条就走了。娘亲，娘亲，你要去哪里呀？我要去种地，我要当勤劳小农民。娘亲，娘亲，仔仔帮你。你这小矬个儿，肩不能靠，手不能提的，能帮我什么呀？你比我还矬呢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仔仔能给娘亲捏肩捶腿。
他寻了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鸟不拉屎的荒芜园林。你不是要做我的小帮手吗？你把屋子收拾出来。好的，娘亲。游魂们魂多力量大，没多会儿便把屋子收拾得一尘不染。娘亲，快夸我！我把屋子打扫得可干净了，我还给娘亲买饭了呢。撒谎的孩子没娘头。娘亲，仔仔错了，仔仔。说不过就开始掉小金豆。你收拾园子吧。园里小鸡啄米的点头。娘亲，这贫瘠的地能种出什么？平吗？不平，我去附近找找水。哎，这地方刚才还硬硬的呢，怎么娘亲摸完就软了呢？他吧嗒吧嗒跟了出去。神类幼崽像个老成的大人，背着小手来到一条溪河边。娘亲，这是死水啊，不能浇地，也不能喝。死水有吗？有，这水怎么流动起来了，而且变得清澈了？你眼神可能有问题，这水一直是这样的。又大又明亮，没觉得哪有问题啊。你去找些种子来，我要种地。他是个听话的乖宝宝，娘亲让他干嘛他就干嘛。这男娃娃脖子上挂的什么？该不会是要卖自己吧？那我买。小园狸翻了个大白眼儿，能不能睁大你们的眼珠子好好瞅瞅？有人凑近了看，收购各种种子。小孩，我这儿有种子，你要吗？随便给我点钱就行，也不多要，3两银子就够了。小孩，你可别买他的，这老东西没有好玩意儿。哎呦，你光天化日的就欺负我这老头啊！诋毁我，难道不怕遭报应吗？小孩，你放心，我不会骗你的。我这种子可是天下最好的种子。小园狸心动了，也觉得老爷爷好可怜，多掏了1两，共4两银子买下了种子。娘亲，我买到了天下最好的种子哦。哇，你从哪儿买的？这都是死种子。是一个很可怜的老爷爷卖给我的。那么可怜的老爷爷应该不是骗人的吧？不是老人变坏了，是坏人变老了。他对上小园狸怒气冲冲，想回去算账的小模样。我试试，要万一能行呢？人类幼崽又派活了。小园狸挖了一个个坑，奶豆子跟在他后面丢种子。快让我看看，这是哪个蠢货在干蠢事呢？公主何出此言呢？这地是西陵出了名的贫瘠之地，地是死地，周围的水是死水，种什么都是一个死。在这儿种东西，不是蠢货又是什么呢？陆呱呱拎起一桶还未来得及点灵的死水，毫不客气地泼在他们身上。陆呱呱，你干什么？该死，你竟然敢拿死水泼我，你给我滚出去！这蠢货呀，总是不自知。说我蠢，其实蠢的是你。你怕是忘了西陵当初输给我们的几块城池了。现在你是在我们的地盘，现在滚出去！小小年纪竟如此无礼，我们可都比你大。好，请您们麻溜利索的滚出去。他边说边往他们身上泼死水，他们惊恐的嗷嗷叫，一丁点反击之力都没有，狼狈的跑开了。你确定陆呱呱这个小贱人和你点米谈了？我确定。我听说召唤选手需要灵草灵肉，
我怀疑他们在准备。哼，准备死水、死草还是死兽？哼，我们会比他们先找到的。他们最终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眨巴眼的功夫，半个月过去了，也就到了15召唤玄兽的日子。这一天也是余杭迎娶公主西西的日子。快，把我从余家族谱划了。你不后悔？玄兽可是在咱们家，我已经请了高人来召唤玄兽。我说爹呀，你真是老糊涂了呀！你的身边就算再没人，也不该被一个小黄毛丫头忽悠了呀！你该不会真的信了她能种出灵草，养出灵肉吧？笑话！忘了告诉你了，我和公主已经寻到了灵草灵肉，能召唤出玄兽，玄兽就是我们的了。于老头子哼了声。公主驸马李成厚也到了召唤玄兽的时辰。若是朕的公主和驸马召来了玄兽，大硕便要把霸占的那些城池还回来。哦吼！这稀巴烂皇上玩不要脸！稀巴烂皇上，你想打赌？那你敢赌大的吗？什么大的？如果你们稀巴烂能招来玄兽，我把那些城池还给你们，我还让我们大硕的皇上把皇位给你，把大硕给你。当真？这比珍珠都真。骗你是小狗哦，我有玉玺。嘿嘿，挖个坑，埋点土，就能收获一个王朝了。好，赌注是相互的哟。你们西陵如果赌输了，你也把皇位给我们大硕，西陵也要归我们。西陵皇上犹豫了。稀巴烂皇上好不要脸，好双标啊！什么便宜都带你们占了，对不对？既然这样，我不赌了，你们谁爱照谁照，反正我们大硕现在不吃亏。赌？奶豆子跟没听见似的。朕亲自写下书信，并用上玉玺。那快点的吧。及时到，于老爷子将祠堂打开，恭恭敬敬的跪拜。我们已准备灵草、灵肉、灵水，烦请玄兽出来享用。余杭西西准备了一张金丝楠木桌，将花大价格将无数玄石寻来的灵物摆在了上面。反观陆呱呱那边，这货从大大的麻袋里掏出了2个长长的猪槽，又从麻袋里掏出刚拔出来还没有洗干净带着泥巴的草叶子，再把肉搅进去随意拌了拌。小奶豆随手丢进猪槽里，又掏出几个水袋，把水袋里的水倒进了水槽里。2位选手，今日是15，我们特地备下了灵物，请2位选手现身显灵。你们叫话，不好意思，叫完了，该我了。哼，你以为你能叫出来？哇，在里面磨蹭什么呢？快出来！再不出来，小拳拳揍你们！愚不可及，狂妄自大的东西！你觉得玄兽会出来吗？话才落，便见祠堂上方有2个玄兽一飞冲天。玄兽可不是因为你的召唤才出来的，一定是因为你对他们不敬才出来的。陆呱呱对2位不敬，2位玄兽尽管收拾陆呱呱，不管是死了还是残了，都由西陵兜底。俩玄兽迟迟没动，宛如2尊雕塑。他们磨蹭了会儿，慢腾腾地朝陆呱呱逼近。玄兽您可是无比尊贵的，受了气自然要出气，您尽管出气。我已经准备好了灵水灵草供您享用。是谁的？赶紧选！磨磨唧唧的跳村口刚生完崽子的母猪，好强的压力！俩玄兽看看奶豆子，又看看西西，迈着地动山摇的步子朝西西走去。这把稳了。
他忍不住抖着胡须呵呵地笑着，不但把城池弄回来了，还把大硕搞到了手。西西激动的鼻孔一收一缩的，俩玄兽暴躁的一脚踢翻了金丝楠木桌，把灵物祸害的稀巴烂。玄兽别生气，若是不喜欢这些，我可以为二位重新准备别的。谁要吃你的垃圾东西？其中一只玄兽抓住西西的脑瓜子往饭盆里按，折磨得他满脸脏污，气若游丝的。做完这一切，俩玄兽跟邀功的孩子似的，挪到小奶豆面前，然后格外珍惜，小心翼翼地一头扎进猪槽里，哼哧哼哧开始大口干饭。切，没出息的呀，慢点吃啊！吃饱喝足后，主人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现原身了。他们方才只是虚影。奶豆子点点头。青龙和白虎，强，太强了，这可是守护神呐！若是得到他们，无敌了。陆呱呱是走了什么狗屎运？小主人，我们带你装逼，带你飞吧。左青龙，右白虎，中间夹个250。我谢谢你们了，不用了，真不用了。但为时已晚，他们腾云驾雾把小奶豆夹在了中间。哇，我也想上天，我也想被夹在中间。这250的位子，谁还要不要？我是不稀罕。小主人，感觉如何？是不是帅呆了、酷毙了，简直没法比喻了？他生无可恋，甚至想呵呵他们一脸。在西陵天上兜了一圈的小奶包下来了，晕乎乎的，好像有些晕天，但没忘了正事儿。你该兑现承诺啦！你个黄毛丫头，朕压根没听懂你在说什么。不好意思，我晕天。等他再醒来的时候，竟发现自己正一颠一颠的。他撩开帘子，就看到自己在一个轿子上，有几个西陵的壮汉正抬着他往前走呢。好狗的稀巴烂皇上啊！壮汉们抬着越走越沉，越来越走不动。他们打算歇歇脚，放下来一看，登时傻眼了。人呢？怎么变成石头了？稀巴烂皇上，我回来喽！你要干嘛？这玩意儿怎么阴魂不散呢？虽然你是一个不讲信用的无赖，但是我是个好人，我是不会逼你交出西陵的。西陵皇上才松口气。我有对付无赖的法子，你会把西陵拱手送我的。说完，大摇大摆地走了。对，我把西陵拱手送人，除非我是大傻逼，等着吧你。奶豆子也不急，每天在西陵的街上溜达。人家可不是白溜达的，把西陵的地图册子改得面目全非，满意的咂咂嘴。把这个给大硕的皇上伯伯送去，让他派人过来，按照我说的改。妹啊，人家西陵皇上还没把江山让出来呢，你怎么就急吼吼的规划上了？这路上车马粮食都是银子，可别白跑一趟。后天见。后天？莫非后天有雨？妹，这就是你说的后天见啊！喂，你快出来看看，老热闹了！大喽，自己的歌冲着吧。掌柜的，不好了，这肉怎么都新鲜不了，才腌好变臭了，笼子的野味才抓回来的呀，前脚还活蹦乱跳的呢，后脚便死了烂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造的什么孽呀？我家的绸缎也不知怎么回事，那脆的呀，还跟纸似的，一动就碎了呀。哎呦，你那算什么呀？不碎了，大不了团吧擦屁股，我这个才可怜呐。哎呦，
满满一仓库的米面油啊，全都发霉了，着了蛆呀！我活活的赔了个底儿掉啊！我这赔的裤衩子都没了。有一两个出来，陆陆续续的全都出来了。民有事自然找官，他们堵在京兆府门口，才拿起锤子击鼓。哎，等等，鼓漏了，锤子坏了。京兆府尹穿着一走就四面漏风的官服，捧着个碗走了出来。小毛官啊，给点饭。老百姓们都懵了，而此时此刻的皇上已经顾不得别人了。他抱着圆滚滚的肚皮在龙榻上打滚儿。天师，救救朕的肚子怎么会变成这样？皇上，朕现在自身难保，也无能为力呀。皇上，穹庐西陵那颗属于您的帝王星已经快要消失不见了。西陵，若是您再不想法子，怕是完了呀。去，把陆呱呱叫来。皇上，咱先不说，那娃爱睡懒觉有起床气，压根儿不会半夜起床。你能认清现在的形势吗？是我们求着他。北野，他好不容易熬到了白天，马不停蹄地挺着大肚子去了小奶豆驿馆门口。你要生娃娃了？呱呱呀，你说你多不仁义，想得到西陵用正大光明的手段来竞争啊，为何要坑害我西陵百姓？你好不要脸！西陵是你害成这样的，你当初对我、对众人、对天地说失败了就让贤，把西陵交出去。你是君王，当时又有玄神玄兽在，你以为你说的诺言是小孩子过家家啊？你不遵守诺言，天道以及玄神玄兽自然会惩戒你，用另一种法子让你退下江山。你的报应来啦，我才不管你呢。才说完，西陵皇上只觉得肚子疼得非常人能忍。朕该不会真的要生娃娃了吧？救命啊！朕让位，朕遵守诺言，快救朕的肚子呀！你肚子里的不是娃娃哟，是……西陵皇上一听这话，松了口气，不是娃娃就好，不然堂堂君王生娃娃算怎么回事儿？你被食鬼缠上啦！现在你的肚子里都是屎哦！你胡说什么？我才没有胡说呢！撒谎的孩子可是要被狼吃的。前些年有个小太监伺候你，人家要去拉屎，你不准，硬把人家憋死了。这个被钢筋使憋死的小太监一直记恨你，但是你身上有龙气玄气，他不敢靠近你。可你现在就是个虫，所以他能报复你啦，让你尝尝被屎憋死的滋味。一提醒才琢磨过味儿来，的确有这么个事儿。朕快憋死了。那你朕签。在奶豆子的监督下，西陵皇上签下了协议。刹那间，他身上散发的龙气散了，他整个人也老了10多岁。嘿，神了！我铺子里的米粮本来都发霉了，方才忽然就好了，太好了，我不用赔了。哎呦，我家的布料也好了，不用擦屁股了。我家酒楼的肉也不臭了，哈哈哈！整个京城都往好的方向走。呱呱，西陵虽归你们了，但是总要有人管理吧？啊，我可不是多管闲事，毕竟西陵也是我的家乡，我关心也是正常的。要不我给你介绍个人？
不劳你费心，我有朝主的人选了。谁呀？明日午时在朝殿等着。西西捏着拳头，他怎么这么倒霉？附魂到凌云凤身上，没得到好命，死了。好不容易附魂到了西陵公主身上，好家伙，家破国亡了。不，他当老鼠精的时候，有个大师曾说他福气大，有9条命。他不甘心呐。什么是小马威？巧克力威化吗？能吃吗？西西嗤笑。你笑什么？笑你快要死了吗？你才快死了！反他，你死，换床反他。好了，那个陆呱呱小姐啊，你说你选的朝主是谁了？这人你还挺熟呢。我熟？正纳闷呢，一道疾影飘了进来。西陵皇上看着明熙，眯起了眸。这是他那郁郁寡欢、墨守成规、十分死板的皇子。那国戚皇上，他就是我亲自选出来的西陵王朝的朝主。西陵皇上愣了愣，哈哈哈的大笑。这陆呱呱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这选来选去的不选大硕人，反而去选西陵人，这不就等于自家的东西从左口袋挪到了右口袋吗？你是不是觉得西陵还姓明，还是你家的？西陵皇上的眼皮跳得厉害。才不是嘞！不信你翻翻黄碟，他的名字早没了。他，我的人。西陵皇上看到黄碟上的名字消失后，惊得张大了嘴。对，我现在是呱氏人士，以后请叫我呱明熙。西陵皇上气得晕了过去。短时间内情绪变化太快，悲伤和欢喜交替，情病攻心，怕是不行了。也就这么2天了，准备准备吧。你们出去，西西留下。天师说你异于常人，你的身体里早已不是我公主的魂了。西西呆住，没想到这便宜倒霉催的皇上竟然早就知道了。这狗皇上也不是什么好爹，说是好爹，知道女儿的身体被霸占了，估计早就急眼了。我不会责怪你，你有你的本事，我也看得出来你和我的仇人都是陆呱呱。都说4大王朝西陵最强，其实不然，最强的其实是低调的清源。清源一直想统一天下，只可惜半路杀出个程咬金。曾经我无意间救过清源皇上一命，他欠我一个人情，让他对付陆呱呱，夺了大硕。我得不到的，也不想让别人得到。过期皇上费力从枕头下拿出一块玉佩，塞到了他的手里。西西点点头，抓住了玉佩。玉佩滑到手里后，过期皇上咽了气。请问您是？我找清源皇上有重要的事啊，这可是关系到他的王朝、他的江山和他的性命啊。清源皇上在里面听得七上八下的，怎么才来就要把他往骨灰盒里整呢？让人进来。太监总管忙闪身让人进来。你算是哪根葱哪盘菜？西西被刺得脸涨红，他噎了噎，把玉佩拿出来，并要表明自己的身份。朕知道了，你是明爵的闺女，最小的那个公主吧？我是。这老家伙的记性还怪好的，欠他的恩情一直忘不掉。说吧，想要什么？金银珠宝，还是绫罗绸缎？皇上，我父皇是被害死的。那只能说明他蠢，朕可不会给你报仇。小女子怎敢有这样的想法？我父皇临走时也记挂着您，说大硕出了个小魔女，他无所不能，
扬言要统一天下，灭掉除了大寿以外的所有王朝和皇上。见清源皇上眉心隐隐有怒气，十分高兴，继续火上浇油。所以您要小心啊，如果皇上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可以找我，我是随叫随到的。清源皇上不吱声，西西也不敢多留，悄悄退了下去。元芳，你怎么看？这不可不听，也不可只听一面之词，所以朕要会会这小东西。清源皇上在路边寻了个位置显眼的摊儿，把算命的幡子放在边上，然后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，烤肉拌饭。老大爷，你这是烤肉啊，还是算命呀？烤肉算命都是看缘分，我只找跟自己有眼缘的人。你是算命的，有没有算出我是和你眼缘的人？猎物那么快就到手了。有句老话，猎物总是以猎人的方式出现。对，我们有眼缘。奶豆子吃饱喝足就要走。我无父无母无子无女的小孩，你家里缺做饭的人吗？我什么都会做。都子孙满堂，富贵流油了，这个撒谎精。他看得出来，这货是冲他来的。没有月薪哦，只管吃住。好。果果，这是我找的免费长工。是短工。毕竟他岁数大了，活不了那么久。这死丫头说话怎么这么不中听？他说了自己编造的可怜身世。好可怜的老人家，看着同我爹的年纪一般大。清源皇上看过去，总觉得小胖丫头家人有种亲切感。清源皇上被安排到了一个小隔间。说真的，他养的猫都住得比这个地方好。怎么样，这儿不错吧？你以前一定没住过这么好的地方吧？只要你给我研究好吃的，跟着我有好日子过。好想掀桌。为了摸清敌人底细，他忍了。况且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办。次日是前往西陵皇宫吊唁过期皇上的日子。奶豆子早上想吃灌汤包，让肉包把清源皇上舔了起来。哪儿来的虎？灌汤包，早上给我做一桌就能流出汤汁的灌汤包。我还没吃过，我不管，我要吃。做，你个大馋丫头。清源皇上觉得自己命苦啊，不，觉得自己脑子有大病。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巴巴的凑到别人家当下人。一顿灌汤包可把奶豆子吃高兴了。看你表现好，今儿个我带你去见见世面。什么世面？老头儿，你都活了大半辈子了，半截身子都要入土了，是不是还没见过大人物啊？这小胖丫头好歹才吃完他做的饭，说话能不能好听一点儿？虽然他死了，但排场估摸着挺大，席也能挺丰盛。怎么样，皇上的席肯定没吃过吧？清源皇上愣住，被这小胖丫头搅得差点忘了大事。我就不去了，我命薄，可受不住那么大的人物。奶豆子见他眼神躲躲闪闪，一副心虚的样子，也没想戳穿他。小老头儿，你说你会算命，那你能算出我今儿个过得怎么样吗？你今儿个鸡飞狗跳，要不你别出门了。我不，我就喜欢鸡飞狗跳。大硕皇上到，东原皇上到，清源皇上到，拜！所有人拜了下去。接着
啰里吧嗦的讲话，讲了将近1个多时辰，讲的奶豆子是口干舌燥，饥肠辘辘的。好在他带了家伙食，悄摸摸的从破烂包袱里掏出奶袋子、大鸡腿儿，还有早上吃剩的灌汤包，这味儿吸引了同道中人清源皇上。他忍不住回头看，我操，不会认出我了吧？我瞧你看，那人怎么那么眼熟呢？怎么那么像我捡回来的小老头呢？嗖嗖追了上去，追到一个宫房，刚要进去，一个太监拦住：“里面有人。”“谁？”“你这小孩，谁不谁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”“我找人。”“这儿没你要找的人。”“我。”奶豆子点点头，来了个假动作，趁太监一个不注意，推门钻了进去。太监总管的心凉了，他一拍脑瓜子，完犊子了，皇上要露馅儿了。清源皇上早有准备，他背对着门口，蹲在地上，趴在公桶上。你竟然喜欢吃屎！小奶豆转身往外跑。清源皇上喜欢吃屎，走过路过别错过呀！清源皇上正在宫房吃屎呢。今儿可是你父皇的吊唁会，可是要戒荤腥色欲的。你这样对着我放骚，不怕扰了你父皇的在天之灵啊？死都死了，还在乎那么多做什么？我呀，今儿个高兴。我前几天撺掇清源皇上收拾陆呱呱那个小贱人，可一直没动静。今儿个陆呱呱那个蠢货彻底惹毛了清源皇上，他呀必死无疑。原来是臭老鼠精要害我，该送你上路了。他终于寻了个机会，假意同明熙说悄悄话，然后让西西老鼠精听到。明助理呀，你得好好谢谢我。挂金皇上死了，是因为他身上的咒。这个咒可不是针对他一个人的，只要和他有关系的皇族血脉都会被咒死。但是我早就把你从皇蝶上薅了下来。感谢小祖宗救命大恩。那西陵皇族其他人，比如西西这些公主皇子们，3天之内如果找不到人换命格，必死无疑。西西听得呼吸滞住。换命格？命格怎么换？他们的兄弟姐妹都是皇族人，换来换去难逃一死啊。这个简单呀，只要和枕边人换了就好了。你可别把这个法子告诉别人，容易天下大乱的。好嘞。西西激动的、紧张的同手同脚的离开了皇宫。他要活着，他不想死。今夜又有热闹看了，真好。西西今儿个穿得格外轻薄，手上缠着红绳，爬上了床榻。窗台上燃着的筑琴香，让余杭兴奋的宛如20岁的精神小伙。爽吗？爽，爽。有多爽？我想要你的命，你给吗？给，让我爽，要啥给啥，我的命是你的了。余杭才说完，他和西西之间的姻缘生命线转了个头，他们的魂魄来了个兑换。换完魂魄，老鼠精转身去看西西的身体，把手往他的鼻子上一探，果然没气了。来人呐！公主因为皇上驾崩，悲伤过度，晕死过去了。老鼠精故作悲伤地喊了几嗓子，却发现偌大的院子里半个人都没有。人呢？都他娘的死哪儿去了？哇，老鼠精不但变得是男是女啦，而且还变成瞎子了。私闯民宅，你可知罪？民宅？哦，忘了告诉你呀，
从昨天开始，这个地方被我收了，这是我的宅，私闯民宅的是你这个臭不要脸的老鼠精。谁是老鼠精啊？你呀，你听了我和明熙的谈话，怕皇族的诅咒印到你身上，便用了我提出的法子，把诅咒转移到了余杭的身上。哼，没想到吧，我命大着呢，是弄不死的。啊，是吗？可是我说皇族诅咒的事只是随便说说玩的。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，你嘴里没一句话是真的，你一定是故意在吓我。真的？反倒是你现在很危险，因为我算出来余杭今夜会纵欲过度而死，你又和他换了命格。现在好啦，纵欲过度的是你啦。不过呢，你也回不到西西公主的身体了，那具身体的期限到了。3、2。随着奶豆子数1，哐当，老鼠精倒在地上，咽了气。奶豆子去抓老鼠精的魂魄呢，一抹回光返照的光刺得奶豆子睁不开眼。等光没了，老鼠精的魂也没了。绝不可能是灰飞烟灭了，又被他逃了。我不管，这次我一定捉住他。